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越南人的早餐，就是所谓的早笼。那这种早餐它在越南它其实是蛮普遍的。那早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稀饭，笼就是所谓的内脏，就是猪下水或这个饮食习惯跟我们差蛮多的。我们早上的时候习惯吃一些比较轻食的东西，就是比较味道没有那么重。我不知道为什么越南人早上的时候需要吃到这么丰盛的早餐，可能吃饱了才有体力做体力活吧。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有次我就刚好到了平安省的美福工业区，那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呢，我隔天早上起来就四处逛逛，想找一点东西可以吃，结果我就刚好发现到早笼。那这个早笼它刚好就上面就写一份2万块，我觉得还蛮便宜的，于是我就过去尝尝。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刚好就在工业区，那这里的上下班几乎都是工人居多，所以它这里卖东西的价格并不会很高，所以基本上大概都在1-2万块，一个1万块的本米，或是2万块的一个早笼。那当然它这里的东西都非常的物美价廉。我跟他点完早餐之后，我就回到位置上坐着，然后看着他慢慢的弄。然后他没多久他就端来这一碗了，然后看起来还蛮可口的样子，只是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它的样子会比较偏咖啡色。我猜很有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有猪血的关系，所以它含了猪血在里面一起煮，所以它才会慢慢的变成黑色的关系。里面的料理当然就你所看到的，它里面有猪肠，还有猪血，然后你当然可以加一些生菜。吃饱了就学越南人在当地喝杯咖啡，这种咖啡的小摊贩，它其实就是在卖咖啡饮料的。看着这一些打工仔呢，点完了咖啡，然后呢就往我这个方向拿起免费的茶水，然后就开始拿自己的容器开始装成。看来他跟老板娘看起来好像很熟的样子，装免费的茶了。接下来就看大家开始收摊了，然后呢自己拉不动，然后回头还去叫了别人女儿过来帮忙拉着自己的摊贩回到小巷子里面去收起来。这种他们卖完早餐，工人上完班的时候，大概9点多就会所有摊贩都会收起来。之后我跟当地的朋友讲说，我今天早上吃了早笼，于是他就说，那他带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吃更好吃的早笼。那这个是在土龙木里面蛮有名的一家早笼店。我们除了点这一碗早笼以外，当然我们还点了其他的东西。然后它里面有放了一些香菜，就是还有一些生菜类的东西。当然它也有油条，油条也都是要另外点的。我们还点了一盘牛杂，你也叫它下水也可以，反正就是一盘所谓的牛的一些内脏的一些东西。看它什么？很好。Cái này bà vô ăn quân hộp lông tin nông lưỡi à? Cái này là lưỡi à? Cái này là bao tử. Cái này là bao tử này, cái này bao tử này. Cái này bà vô học bao tử. Cái này là ruột non. Ruột non à? Ruột non này, cái này gan này. Gan à? Cái này bao tử gọi là dạ dày. Dạ dày.
这一家的料理看起来非常的丰盛，所以我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当然它的价格也比平常我们刚刚看的2万块还要多很多。在越南的小餐厅里面，你很常看到一个3、4岁的小孩子拿着彩票，到处的向客人兜售他们的彩票。这种在越南是非常常见的。在越南的小餐厅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的卫生纸，都习惯性的把它丢在地上。那这种吃饭用纸，当地人都叫它瑞安。那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饭桌上是吃饭的地方，而不是放垃圾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习惯都把垃圾往地上丢。这是他们的一个思想观念，他们觉得放在桌子上是很脏的。在这里生活，你要入境随俗。粥这个东西呢，也就是粥呢，它通常会在早上的时候会卖以外，其实他们在晚上也会卖。当然，它都是配合，例如说水煮鸭肉一起卖。在越南卖鸭肉有2种，一种就是所谓的烤鸭，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白斩鸭，就是水煮鸭肉。那卖水煮鸭肉的是一定都会卖粥，就是稀饭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配合一起卖的。một phần thịt vịt đó, một phần bao nhiêu? Gọi á? Con gọi. Cháo à? Bộ con ăn cháo chỉ có thịt vịt thôi, ok. Thịt thôi vậy? Thì mua bao nhiêu bán nhiêu? 50%. 50. 100. 100. 100 còn 1/4 không? Được. Và 1/4 mà còn được. Cháo không? Con ăn cháo. Không ăn cháo à? Cho bịch cháo về ăn thử. Không. Cho. Chỉ có ăn thử rồi, ăn tối rồi. Mình ăn có ăn tối rồi. Chỉ ăn thử。这一家小贩他一直推荐说要不要吃他们的粥，那我都跟他讲说我吃了晚餐了，那你的东西我只想试一下而已，就试一下你的鸭肉怎么样，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这边买。而且他还想送我稀饭，让我回去试看看，可惜我吃饱了。外国人人长得帅就是有好处，有时候可以拿东拿西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一下我们的对话完整内容。那接下来还有一种早餐，越南人也很常吃，那个叫 soy， 就是所谓的米糕，就是糯米这一方面的东西都叫 soy。有越南人跟我讲，他当学生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就是买1份 soy， 然后1份就是1万块，就当做1份早餐，然后这样子过了好几年。cái này soy à? Xôi bắp. Xôi bắp à? Bắp là ngô ấy. Bắp là ngô. Biết rồi. Xôi bắp. Xôi bắp. Nói là đi học xong rồi đi ăn cái được. Trước khi đi học ăn cái này để no lâu. Ở đây cái này chỉ có 10.000 thôi. 10.000 thôi à? Rẻ không? 我觉得soy这个东西在南北越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南越的soy这个糯米，它几乎都是甜的，也就是说它的给你的那个包里面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甜味的。然后在北越或是中越，它的几乎的口味几乎都是咸的。那我在南越几乎不吃soy，原因就是我吃不惯甜的口味。但是到了北越呢，我的口味却非常的喜欢。那因为它几乎很接近台湾的米糕。Cái này chả lụa, cái này là gì? Cái này đường. Đường rồi. Ăn ngọt không? Cái đắng đó. Một hộp bao nhiêu? 10.000. 10.000. Cái này là gì? Khoai chiên. Khoai chiên. Dạ. 我在北越高平市的时候吃的米糕就跟台湾的一样，而且料还比台湾的多，一样里面有肉松，而且它里面放的一些肉的一些料理还非常的多。
在北越这些地方吃水，还会有很多的挑着扁担的小贩过来贩售东西。他们的生活日常就是一个人挑着一个扁担，然后就这样子四处贩售。这一种在南越是见不到的南越它比较没有人在挑着扁担出来卖东西。我们讲一下刚刚跟那个鸭肉老板讲的对话。首先，我一开始我进去就跟他讲说，特别不分包妞那我习惯用南越口音去讲话，所以那个 vid 特 vid 我习惯讲成特 bed 这个特 bed 是南越口音的讲法。teeth 是肉，那我会讲成特特 bed， 我不会讲成 t vid。那南越是有关于这个鸭肉，它有2种发音法，有人会讲特燕，也有人会讲特 bed。那我个人是习惯用特 bed 这个音。那如果北越音标准的话是讲特 bid， 因为我在当地，所以我还是习惯用特 bed。那特 bed 不分包妞，也就是一份多少钱，不分就是一份的意思。特 bed 不分包妞。然后接下来老板他讲gỏi这个它是凉拌菜的意思，也就是蒙蚵。那因为卖鸭肉的地方有时候都是会卖凉拌菜，就是那种凉拌的一种方式。那基本上我不喜欢用凉拌，我就跟他讲空蚵，我不要吃这种凉拌菜。然后接下来老板他就问说凿，那问我们要不要凿，那也就是所谓的粥，你要不要稀饭那我就直接跟他讲空安凿吉特不的 OK， 我就是要鸭肉就好了空安凿就不吃粥，就不吃稀饭吉特不只要特不这个鸭肉就好了。在这个对句里面，你就必须要知道几个基本的单字，一个就是 gỏi， 那另外一个就是凿，另外一个就是 tbud。gỏi 是凉拌，凿是粥稀饭，那 tbud 就是所谓的鸭肉。部分 tbud 咧，部分包妞。gỏi à? Con gỏi。Cháo à? Không, con ăn cháo chỉ có tbud OK。那接下来老板他就讲体目包妞板包妞，也就是说你想买多少，那我就卖多少。那在这一句话里面，他的后面的那个板包妞他那个包字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几乎是模糊的带过去，所以他讲很快体目包妞板妞他那个包字就几乎没有发音出来，所以就几乎很含糊，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会听得很不清楚。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他们习惯性的讲法就是体目包妞板包妞，就是你要买多少我就卖多少，所以你要习惯他这一句的对话不然的话他有时候他有些话讲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如果你没有习惯性他们这个绘画用语的话，你会反应不过来。Thì mua bao nhiêu bán nhiêu? 50%. Thì mua bao nhiêu bán nhiêu? 那他接下来就讲兰酒莫姜，也就是说你是要买50还是要买100？兰酒就是50，然后100就是莫姜。那要注意一点，就是说酒这个字的话，它基本上是10的整数的意思。那很多人会以为酒这个字是1，其实不是。兰酒这个字是指10的整数位，也就是说，假如你说我要讲25，那我不能讲嗨酒南，为什么？因为它9这个一定是10的整数位，所以不可能是后面还带了一个尾数一个5，所以你基本上你要讲的话，如果要讲25，你要讲嗨梅兰，那50、60、70，那就兰酒、少酒、北酒，它是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它一定是10的整数位，9这个字有点特别，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特别的用法。你不可以把它跟妹这个字一起混在一起使用，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点。那接下来我就讲莫姜，那就是指100的意思。
那这个的数字就代表10万，因为越南人讲话就是把 yen 拿掉，就是其实正确的讲法叫 một trăm yen， 那当地人都一定会讲 một trăm， 就是指10万的意思。那我就问他们说 một trăm có một phần tư không， 也就是说10万块它有没有1/4支的意思，有没有một phần tư，就是有没有1/4。那老板就回我了，他说可以，有的意思，就代表他有代表可以有1/4支。那我就跟他讲，你要给我切1/4也可以，một phần tư là cũng được，也就是说1/4也都可以。Thì mua bao nhiêu bán nhiêu? 50%. 50. Một trăm. Một trăm có một phần tư không? Được. Một phần tư mà cũng được。然后接下来他老板又再问我一次，凿空就是问我们要不要稀饭，我就跟他讲空安凿我就是不吃稀饭。然后老板他很热情，他就跟我讲周比凿没安特，也就是说送我一包稀饭回去尝看看。那要注意到 mít 这个字，mít 这个字它基本上呢，它是代表一包的意思，那这是南越的讲法。那北越它会讲堆，就是指说一包塑胶袋，或者也有人用包子，所以包会等于 mít 或堆或者包，这3种用词都可以。如果我们去菜市场，如果你需要叫他用塑胶袋装起来，那有几种讲法，也有人会讲周改bit也有人会讲周改堆，也有人会讲周改包，那基本上的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南越人都会讲周改bit那堆这个发音，周改堆的发音，塑胶袋的话，都是北越在讲比较多。那接下来他讲周比凿北安特，那这个就是他用的动词就是周，那周就是给你的意思，那我就说我给你一点东西。那基本上周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它的可以当作胆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要送人家东西，我最常遇到，如果说小贩要送我东西，我最常遇到用的单字是胆，这个东西我送你，胆恩胆安，这个东西改乃胆，就是这个东西是送的。如果说买1送1，他们就现在会讲mu某胆某，就是买1送1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他用周这个字，就是给你，也是代表送你的意思，就是给的意思。给你一包稀饭，你回去试看看。特是试的意思，那所以你要习惯性他用周或是用胆，这个每个人的习惯性用法不一样。Chảo không? Con ăn chảo? Không ăn chảo à? Cho bị chảo về ăn thử. Không. Cho. Chỉ có ăn thử rồi, ăn có ăn tối rồi. Mình ăn có ăn tối rồi,只ăn thử。基本上我们把大概越南的早晚餐习惯性都吃一些什么，大致上先讲了2份，介绍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